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排除通过中间方与俄方谈判的可能性。俄方则回应称，对此持开放态度，条件是俄方能实现目标。综合俄罗斯公报、俄新社等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未排除通过中间方与俄方谈判的可能性。他说，采用这种谈判模式的例子是关于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的谈判。乌克兰当时不是同俄罗斯直接谈判，而是与联合国及土耳其的代表商谈。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任何对话、任何沟通持开放态度，但目的是要实现俄方设定的目标。佩斯科夫强调，普京总统保持这种开放态度，他不止一次说过这一点。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14号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称，当乌方把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之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对于普京这一提议，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与过去发出的所有最后通牒信息没有什么不同。他还称，普京提出的提议不可信。俄乌冲突已经延宕2年多，为缓解兵员短缺，乌克兰推出一项用服兵役换取假释的新计划。司法部副部长奥莱纳·索维茨卡表示，约有2.7万名囚犯可能有资格参加招募，近5000名囚犯提交了假释申请，目前已有3000多名囚犯获得假释，并被分配到军事单位。索维茨卡表示，在乌克兰实施戒严令期间，这一机制将一直生效。目前征兵计划只适用于刑期不超过3年的罪犯，在经过面谈、体检和定罪审查后，极有可能被有条件释放。但犯有蓄意谋杀、强奸和贩毒等严重罪行的罪犯则没有资格。索维茨卡表示，囚犯对兵役假释计划的兴趣超出了预期，很多囚犯希望以英雄的身份从战场回家，而不是从监狱回家。乌克兰官员认为，他们的计划与俄罗斯的相关计划有本质不同。乌克兰旨在将囚犯编入正规的前线部队，俄罗斯目前只是将部分罪犯安排在瓦格纳雇佣军组织服刑。瓦格纳近年来招募了近5万名俄罗斯囚犯到乌克兰作战。不过，据美联社报道，囚犯们的考量也各不相同。有人愿意以英雄的身份从战场回家，也有人并不打算参加假释计划。Думаю, що це гарна ідея. Не всі тут знаходяться, як вам сказати, такі злочинці, як думають на волі люди. Тут є такі ж хлопці, які просто вступилися. І у них є бажання, велике бажання захищати свою державу, чому б не дати їм цього можливості.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以色列驻基辅大使馆警告称，持有乌克兰护照的以色列公民应避免前往乌克兰，因为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遭拘留的案件显示，双重国籍人士不被允许离开乌克兰。以色列驻基辅大使迈克尔·布罗茨基7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用俄语和希伯来语发布官方声明称，呼吁所有拥有乌克兰国籍的以色列公民考虑在战时访问乌克兰的可行性。乌克兰内政方面近日也不太平。当地时间7月1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逮捕了一群政变参与者，他们被指密谋在6月30号乌克兰宪法日当天在基辅煽动骚乱，并占领乌克兰最高议会大楼。大多数参与者并不知道集会背后的真实意图。按照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说法，为了实施政变阴谋，主要组织者招募了几名同伙，来自于基辅、第聂伯罗和乌克兰其他地区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通讯工具相互交流。乌克兰安全局称，挫败政变阴谋的第2天，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抵达基辅，这是他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匈牙利从7月1号起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6个月，这次访问是在匈牙利接任的第2天进行的。英国《卫报》称，此访出人意料。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匈牙利与很多欧洲国家不同，数次就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必要性提出质疑，并呼吁停火。欧尔班曾表示，匈牙利不会为北约在乌克兰的行动出钱出力，匈牙利不会派遣人员，也不会让本国领土被用于参与这场冲突。
2024年初，欧盟领导人花了几周时间才打破欧尔班的否决，向乌克兰提供了500亿欧元的援助。此外，匈牙利对乌克兰境内讲匈牙利语的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一直耿耿于怀。匈牙利的一位消息人士说，两国领导人就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才达成了这次访问计划。该消息来源称，解决少数民族的国籍问题是会晤的先决条件。